手机充电线坏了以后呢，大家先不要着急把它扔了。其实呢，它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作用。今天视频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来分享一下。首先，充电线呢坏的部分呢，一般都是这个小头部分坏掉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只需要用剪刀把这小头这部分给它剪掉。剪掉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内部呢是有4条线，我们呢主要就需要用这2条线，就是一个红色和一个黑色。其余的这2条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用的，我们可以用剪刀把它给剪掉。然后呢，我们首先把这个黑色和红色这2条线给它先拨出线头 ，OK， 然后把这个充电线呢，我们插在手机的充电头上面，再插在电源上面，这样呢，我们就有一个手机的激活工具就制作好了。这个工具呢，可以修复家里的这种锂电池，像锂电池呢使用比较多，长时间使用有些情况呢，就是它亏电了，或者是电量比较低的情况下是充不了电的。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在长时间不使用的时候，这个电池呢它也就饿死了，所以说呢也是充不上电的。我们先看一下我这一只就是充不上电了。我们先看一下，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这个充电器的指示灯是绿色的。我们把这个电池给它放上去看一下，看是不能充电的是吧？正常充电的情况下，它是会变成红颜色。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给它强制充上电，给它激活一下。我们就需要用这个工具了。红色的这个连接电池的正极，黑色的负极连接电池的负极。就这样，大概充个10秒钟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能不能给它充电。一般都是可以充电的。如果不能充电，我们就需要呢，接着还需要这样给它再充个10秒钟。大概呢，现在已经充了10秒钟了，咱们看一下这个电池能不能充电。如果不能充电的情况下，还需要接着再我们看一下指示灯变成红色，就说明电池可以正常充电，修复好了。接下来给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个充电线的第2个非常好用的作用，就是呢，我们先看一下家里边这种常用的电池。看一下，这个是纽扣电池，然后这些呢就是一般遥控器上使用的。当这些电池没有电的时候呢，如果呢我们没有时间去买，或者是不方便买的情况下，我们呢也是用它可以给这种电池强制充电来作为应急使用，还是很不错的。首先我们就先看一下这种电池吧。没有电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是一样这2个就是黑色的是电池的负极，我们把它接在电池负极上面。红色的正极接在电池的正极上面，也是一样就这样大概个10秒钟就可以了。这样给它充完电池以后呢，它就可以接着再用了，作为应急方法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它的第3种好用的方法，就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充电器它是个5伏的电压，然后呢，像家里的一些小的数码产品，或者一些别的产品上面用的这个电源适配器呢，时间长了后很容易坏。我们看下，这也是一个5伏的。当它坏了以后呢，其实也可以用它来代替的，方法也是一样首先，我们把这个坏掉的这个东西呢，不要扔，也是一样把这个线呢给它剪断，剪断之后就这个样子的。它的内部呢就2条线，也是一个黑色，一个红色。然后呢，我们就把这条线，黑色接黑色，红色接红色，接好之后，用胶带把它缠起来之后也是完全可以代替这种适配器来使用的。这种我们用这种手机充电头来代替它更耐用，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适配器一般最多就是500毫安或者是1安的。像我们智能手机的充电器，一般都是最少是1安，还有一些就是2安的，所以说呢，它更耐用一些。其实呢，手机充电线还有很多的功能，大家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今天呢，给这个华为手机更换一块电池。你看这个华为手机电池已经鼓包了，把这个手机后盖都顶开了，看到没有？都成这个样子了。你看这电池鼓包的非常严重，都成这个样子了。大家呢，只要仔细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呢，遇到电池不耐用或者类似于这样鼓包的这种情况呢，只要是动手能力强的朋友，都可以自己更换电池。其实呢，更换电池它的方法呢也非常简单，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操作第一步呢，先把这个电池上面这2个盘线给它先抠下来，因为这电池在盘线下边，
不拆掉排线的情况下，这个电池是没有办法拆的。首先呢，就是把这个排线这个扣座上面这个压片给它先拆开，拆下来。OK， 这一条排线给它抠开了，然后呢，再把电池上面这排线给它抠掉，让它先断了电。接下来呢，就抠另外这条排线，这上面呢是压了2条螺丝。卸掉螺丝以后，然后把这盖板抬起来，另外一个排线就抠掉了。电池下边是不干胶粘在这个手机上面的。首先呢，就是找个撬棒把它给撬下来。撬之前呢，先用个吹头发用的这个电吹风，给这个屏幕加下热，加这个热的程度呢，用手摸着有点烫手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温度呢，它就可以传递到后边这个电池上面这个胶上面。把胶热了以后呢，然后再拆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一些了。你看我这个已经加热完了，这样撬的时候呢，不要硬撬，要一点点的来，不能着急。撬完这一侧，然后再撬另外一侧，两侧呢替换着撬。OK， 你看现在呢就把这个电池拆下来了。像华为的手机电池啊，一般这个鼓包的非常的多。然后呢，再安装新电池就行了。新电池上面是自带电池这个双面胶的，先把胶给它粘上，然后把这一层塑料膜再撕掉，这样呢就可以安装新电池了。安装非常简单，你看没有？就这样放上就行了。然后呢，按压几下，让它粘得牢固一点。安装完电池以后，先不要着急粘上面这个后盖，要先来把这个排线给它装上。这条排线是屏幕的排线，先把屏幕排线第一步先把它装上。装上以后，然后呢，把电池这个排线给它再扣上。扣好以后呢，先来测试，看这个手机能不能正常开机。如果能正常开机，到最后呢，再把所有的配件都给它安装上，没问题是吧？可以开机。然后呢，再把这个电池先给它断掉，断掉之后，然后把这个主板这条线给它先扣好，扣完之后，然后再扣电池的这个排线。一定要记住啊，拆的顺序呢是先拆电池的排线，最后装的时候呢再扣这个排线。接下来呢，把这些螺丝、这些配件再给它安装起来。到最后啊，再把这个壳给它安装起来，这个电池呢就换好了。家里的使用中坏了以后，千万不要再扔掉了。其实呢，我们只需要花个4块钱买个这样的机芯儿，给它换上就能修好。无论家里的使用中是价格贵的还是价格便宜的，其实呢都可以用这个机芯儿。而且呢，这个机芯儿它还是一个静音的，非常的好用。首先看这个使用中，它的问题呢就是有电，然后坏掉这个表不走了。现在呢，把它更换一个机芯儿。首先呢，就是先把这个表后面这些螺丝给它拆下来，然后呢，拿掉上面这个边框，把上面这个玻璃再拿下来。到这儿以后呢，首先拆的时候呢，使用中都是从这个里面开始拆的，因为这后边是没有办法拆的。拆的时候呢，先把上面这3个表针给它拔掉。拔下来以后，在这儿呢可以看到表芯上面有个固定的螺丝，然后用钳子把这个螺丝给它拧松，拧松了以后，这个螺丝就可以拧下来。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表芯就拆下来了。这个是我买的表芯，咱们把这个给它换上。然后它还送了一节电池，这4块钱是非常值的。我买的是带这种表针的，表针它也给弄弯了，没有关系，把它给弄直也是可以的不妨碍使用。
然后把里边的螺丝和垫片拿出来。因为这个表芯啊非常的便宜，4块钱一个，所以呢这个表啊使用中啊如果坏掉就扔了，真的非常的可惜。把这个新表芯从后面放进去，然后呢把这个新垫片放上，再拧上它自带的这个螺丝，用钳子把这个螺丝拧紧了以后，然后先安装时针。安装的时候啊，这个时针要对准12点钟的方向啊，然后把它按下去，直接按下去就行了。然后再安装这个分针，也是一样，对准12点钟的方向，往下按住就行。这个东西啊就在上面按着呢，没有螺丝。最后呢，安装秒针，秒针啊也是一样，3个表针让它对齐，也是把它就这样按上就行。就这样就安装好了。然后呢，把这个电池给它放上。来看一下，怎么样啊？这是静音的，一点声音没有。到最后呢，把上面的玻璃给它扣起来，然后呢，校准一下时间就可以了。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非常简单，是吧？4块钱就把这个使用钟给修好了。家里的墙壁插座，当插这个插头的时候啊，非常的费力，半天啊才插进去，甚至啊就插不进去，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教你一招啊，很轻松就可以让这个插头插进去，而且呢插拔自如。首先看啊，我这个插头呢就是插的时候非常的费力，费半天劲才能把它插到底。我们看，遇到这种情况呢，原因呢就是啊，看一下这个插孔里面是有个黑色的挡片。很多人呢处理这个方法就是把这个插头拆开，把黑色的挡片给它扔掉，不要它了。但是呢，一定要记住啊，不要把它扔掉。扔掉它之后呢，在使用的过程中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个黑色的挡片它是有一个安全作用的，把它拆开给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就这个黑色的塑料片，大家呢一定不要把它给扔掉了。厂家呢设计它是有原因的。你看啊，如果把这挡片去掉以后呢，这边这个插孔比较大，墙插呢安装的时候呢离地面比较低。家里面如果有些小孩的情况下呢，有可能会用一些这个金属的东西啊，它就会没事的时候往里面捅。如果啊这个孔你看这么大，捅进去以后呢是比较危险的，容易发生触电的危险，是吧？如果你看有了这个安全挡片以后呢，再往里面捅的话就根本捅不进去了。它设计这个挡片也是非常的奇妙，只有呢这2个孔同时往下捅的情况下，才可以把这个安全挡片把它捅开。如果单独捅一个是捅不开的，所以呢这个挡片一定不要把它去掉。但是呢，你看它这个不把它去掉，它为什么插拔非常难插呢？它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啊，挡片上面这个面呢，用了时间长后，它不够光滑了，所以说再往上面插这个插头的时候，就很不容易插进去了。遇到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法呢，也非常简单啊，并不需要把它给拆开，只需要呢，你看啊，在家里啊找一个蜡烛，然后呢，再需要用一个棉签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这棉签啊，放在蜡烛上面，就这样先摩擦摩擦，在这上面呢，让它先弄点这个蜡油，你看啊，就这样，也可以啊。其实呢，也可以把这个蜡烛点着，然后呢，点一点这个蜡油也可以，然后呢，把它涂抹在这个挡片上面，像这些挡片都可以给它涂抹一点。这个蜡油啊，它可以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然后呢，这个蜡油它也不导电，所以说啊，在使用的过程中是非常的安全。这边你看啊，抹完以后，然后呢，给这个插头啊也可以给它涂抹一点这个蜡油。好，抹完以后呢，我们来测试一下，你看很轻松就可以插进去了，是不是非常好用，是吧？大家如果还有更好用的方法，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电视不开机，卡在这个开机界面进不去了怎么办呢？你看呢，这是一台40寸的小米液晶电视机，它的问题呢就是开机以后啊，就卡在这个 logo 这边了。无论呢等多长时间，它也进不到电视机的界面里面去，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其实呢，像这种情况，大部分呢都是电视机它的系统出现了问题。像这种维修方法呢也非常简单，并不需要大家花钱去修，也不需要把这电视机给它拆开。今天给大家分享2个非常好用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呢稍微有点麻烦，但是第二个方法就非常简单了。不过呢这2个方法都能把它给修好。首先呢，第一种啊，需要用到一个
U 盘，因为啊，像这种智能电视机，它和手机都是一样的，它呢都是用的安卓系统，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系统啊，特别是电视机的系统，非常的不好用，很容易出现这个系统崩溃。像这个系统崩溃了以后呢，就没有办法开机了。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只需要用一个 U 盘，然后把它插在电脑上面，下载一个小米这个电视机型号的一个刷机包，然后把它插在电视机上面，给这电视机啊刷下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个方法呢稍微有点麻烦，那么给大家再分享一下第二种方法啊，就非常简单了，不需要用它了。首先看一下，像这个小米电视机，它的侧面是没有按键的，像其他的一些电视机侧面有一些带按键，像这种没有按键的怎么办呢？首先看一下这个遥控器，最主要呢是这2个按键，一定要记住啊，小米的就是这2个按键，然后把遥控放这儿。操作第1步呢，首先把这电视机给它拔掉电源，哎，就这样。然后呢，一只手同时按住遥控器上面的这2个按键，同时给它按下去，就这样按住不要动，对着电视机。接下来呢，另外一只手啊给它通上电，我们来看电视机的变化。默认啊，这个电视机就开机了。我们看 logo 已经出来了，一定要等啊，这个手呢不要松手，一直按住，不要松手。大概过个10来秒钟，可以看到这个电视机上面的变化怎么样？我们看现在呢松手就可以了。我们看啊，电视机上面出来了好几个选项。看啊，第一个选项呢是重新启动，然后第2个是清空缓存，第3个清空数据，第四个就是清空所有数据。我们往下边选啊，选到最下边这个清空所有数据，点一下中间这个确认。到这儿呢还是一样啊，点确定，点 OK， 我们在这儿等待就可以了。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是和手机和电视道理都是一样的啊。它呢其实就是一个恢复出厂的一个过程。好，恢复完之后呢，在这儿就还是选第1项，然后重新启动就可以了。到这儿你看啊，默认呢，它这个里面是有2个系统，无论是哪一个都是可以的啊。其实呢也可以，如果不选第1个，选第2个也可以。我们选个第2个啊，在这儿点确认 OK， 现在等待就可以了。第一次开机呢稍微慢点，要大概等个2-3分钟。OK， 我们来看一下，电视已经开机了是吧？现在呢把这些给它都跳过，激活一下这个。OK， 怎么样啊？电视机就修好了，是不是非常简单是吧？其实呢在遥控器上操作一下就可以了。今天啊才知道，原来在废旧的钢锯条上面接一条线还有这么大的妙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方法呢是20多年前我的一个电工师傅在工地上教给我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当时啊解决了很多人的烦恼，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看啊，这个锯条这边有个圆孔，然后呢找一条这样的电线，剥除外皮，然后把它穿到这个孔里面，把这条线给它拧上面，一定要把这条线给它拧牢固了，然后用个胶带，电工胶带把这边呢给它缠一下，也是一样啊，这边要把它缠的牢固一些。好，缠成这样，然后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把另外这根半个锯条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它缠起来。就这样接好线以后，然后呢再找一个木条，没有木条就用一双一次性筷子也可以，然后呢把这个锯条给它放在这个位置，让它一侧呢放一个，放完以后啊，然后还是一样用这个胶带给它固定一下，把它一定要固定的牢固一点，不能让它松动。好，就这样就可以了。我们看一下，然后呢把这2条线呢分别呢再接一个电线的插头，然后呢再缠上胶带。当时呢是冬天，很多人用这个方法感觉非常的好用，也解决了很多人的烦恼。把这条线也一样都给它接起来，接好以后缠上电工胶带。好，缠起来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呢就制作好了。你看，就2根锯条加个插头，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来看啊，今天呢给大家来做个实验，就这样弄一个塑料的东西装点水，然后把这个
给它放进去。这个方法呢，对于一些不懂得电的一些朋友们，切记啊，千万不要去模仿，只是呢学习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就可以了。然后呢，给它通上电，这个水呢就可以给它加热了。这个啊就是一个应急制作一个加热棒的方法。因为冬天在工地上天比较冷，就是洗脸啊、洗澡啊，就是没有办法用热水，怎么办呢？所以呢，很多师傅啊、电工都用这个方法，用个锯条，然后呢通上电，然后就可以给这个水加热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水啊，你看已经开始有点冒泡了，是吧？现在呢就说明正在给它加热的过程中。好，现在呢已经过去2分钟了，你看这点水啊已经烧开了，不停的冒泡，是吧？选择这个盆的时候呢，只能用塑料盆，不能使用金属盆，因为金属盆它会短路的。所以这个方法呢，在工地啊很多人都在使用，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千万不要模仿，只是啊懂得一下这个原理就可以了。2根一样粗的软水管，怎么把它们接在一起，耐高压还不漏水呢？有一些朋友接水管的时候啊，为了图省事儿，都是啊把这个水管这头呢给它缩小以后，然后呢塞到另外一个水管头里面，塞进以后呢缠好胶带就完事了。但是这种接水管方法呢，这边肯定会漏水的，如果压力大了以后，它也会把这个水管就这样直接给撑开的。前几天我在工地上看到有一些非常有经验的老水工师傅们在接水管的时候啊，都是呢用2个钉子就可以啊把这个水管接好以后，无论它的压力再大也不会撑开，而且呢它也不会漏水。像我们平常啊在接水管的时候呢，都是需要缠铁丝或者是缠胶带，它的方法呢是不需要用的。首先接这个水管的时候呢，最常用的方法都是啊先找一个就这样的硬的塑料管 PVC 管，然后呢剪下来一节，把它塞到水管头里面，这是最常用的方法。你看塞进去以后啊，这个大小合适的情况下呢，然后啊把它给拔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老水工师傅们啊他用的这种方法。首先呢，先弄点这个防水胶，然后在水管这个硬水管上面啊给它抹一点，周围抹点，这个东西可以起到一个防止漏水的作用，但是呢如果压力大了以后它是不行的。抹好以后，然后把这头给它塞到软水管里面，塞一半就可以了，然后把多余的胶呢往这边再给它弄过来，弄均匀了。弄好了以后，把剩下的这头再给它塞进去。老水工师傅们都是用这种方法，把它塞紧，让这个水管头啊2个软水管就这样对起来。对好了之后呢，这样接完以后它是不漏水的，但是呢它是如果压力大了以后是不行的。所以呢在这个上面呢就需要用这个铁钉了，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呢用锤子把这个钉子给它砸下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砸完以后呢，然后把下边这半截这边呢也砸个钉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钉子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啊，防止水压大了以后把这个水管给它撑开。你看这样钉上钉子以后呢，无论水压再大，你看它也不会把它给撑开的。这个方法呢是要比缠铁丝是更好用的。这个呢就是老水工经常使用的接软水管的方法，非常的好用。我们在测量物体的时候就不需要用盒尺了，直接拿出手机的摄像头，打开它，然后就可以测量物体它的大小和它的长短。我们现在呢来测量一下，测量一个这个铁盖子。我们先把手机的摄像头打开，然后呢我们在这儿先晃动几下摄像头，让这个物体呢让它彻底在这个圆圈里面就可以了。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演示一遍，操作一下。好，现在中间出来个方块的区域，我们用手点一下，点一下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显示这个横的这个边长是8厘米，竖的边长也是8厘米。现在呢我们可以用个盒尺来测量一下，然后这个上面也可以显示64平方厘米，它直接也可以算出它的面积。好，现在呢我们用盒尺来测量一下，看一下这个宽度是80，是8厘米，
然后这边也是8厘米，非常的准确。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用手机来测量一个铅笔，来给大家来测试一下，还是一样，打开手机这个摄像头，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圆圈中间是有个白色的点，我们把这个白色的点对准铅笔的前端，对准之后，在这点一下加号，点好之后，我们就往这边来移动手机，移动到这个铅笔的末端，到这儿再点一下加号。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根铅笔，它的长度呢就是16厘米。我们用这个盒尺来测量一下，看一下准确不准确。刚才测量是16厘米，我们看一下这个铅笔它的长度就是16厘米，还是非常准确的，是吧？然后呢，也可以测量一些小的物体，小物体、大物体都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测量的。我们测量一下这个打火机。还是一样，要测量的区域，一定要让它在这个圆圈这个框子里面才行。好，现在你看出来，识别出来物体之后，我们就可以点一下这个屏幕中间，然后它就能出来它这个物体它的长短。好，然后点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8×2，这个打火机长度是8，然后宽是2，是2厘米。我们还是一样。给它测量一下，看一下，长是8，看一下，长就是8厘米，然后宽度我们再测量一下，宽度就是2厘米，看一下，非常的准确。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啊很简单，只要呢我们打开手机，手机啊看一下这个有个实用工具，里面这个测距仪，大家来看一下。手机如果有自带的就用自带这个，如果没有自带的，可以在应用商店来下载一个。我这个是手机自带的，我们点开这个测距仪，点开之后，然后它就有这个可以移动设备，可以来检测。然后它这个功能呢，下面是测距仪，然后说下面还有一个水平仪的功能。我们看一下，水平仪可以点开，也可以来测量水平，测量水平也是挺准确的。当我们需要测量物体的时候，就点开测距仪，然后就按照我刚才的操作方法就行了。无论这个测量的东西大小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东西呢，就需要按照我这个铅笔的测量方法，前面点个点，到后边点个点就可以了。这个方法非常的好用，比这种盒尺要方便的多，直接拿出来手机就可以了。好了，视频感谢观看。家里有这种废旧电池的朋友们，不要把它们扔掉。其实呢，我们只需要花2块钱买个这样的小板子，就可以制作一个大功率的充电宝。以后呢，给手机充电就比较方便了。制作方法呢也非常简单，只需要呢接2条线就行了。首先我们看一下，我这边呢有一些就是这种手机上面换下来的旧电池，也是可以使用的。然后像这些数码产品上的，包括一些就是收音机啊、一些唱戏机上面的这种18650的锂电池也能用。想要制作一个大容量的充电宝，是根据电池的多少来决定的。电池越多，它的容量就越多。然后呢，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呢，就更加越耐用。像这些手机电池吧，我们一般用的时候啊，1块也能用。我们如果把这3块用在一起也能用，但是越多啊，它的容量就越大。像这3块电池的，我们用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们缠在一起，然后呢，把3个电池给它并联在一起使用就行了。像这些18650锂电池呢，也是一样，单节电池也能用。如果想让容量大呢，就多用几节。现在啊，咱们就用这2节也可以使用，数量越多，它的容量就越大。首先呢，把这2节电池给它先并联在一起，然后这边是开焊的状态，咱们把它焊在一起。并联在一起呢，就是让正极和正极连在一起，负极和负极连在一起。咱们把它先焊在一起，然后啊，咱们看啊，这个电池呢。都有个平面，两边是平面的，它就是负极，然后有稍微突出一点的，这边就是正极。好，咱们已经给它并联在一起了。像这种电池呢，就是这边带尖的这部分就是正极，然后呢上面也有标注，平面的这边呢就是负极，这儿也有标注，这就是负极。咱们现在呢就把这个小板给它焊上就行了，制作非常简单，只需要呢就2条线就行了。然后这个小板上面呢，咱们再看一下，上面就这2个焊点，然后这边有个 B 加，这样呢就是接电池的正极，然后呢这有个减号，这样呢就接电池的负极。咱们现在在这个正极上面，咱们接一条红色的线，然后呢在这个负极这儿接一条黑色的线，
好，接完以后呢，到这边咱们就需要接这个电池了。接电池的也是一样，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一定不能弄错。咱们把这负极接在电池的这个负极上面，就这个平面上面。好，焊完这一条呢，然后呢就焊这个正极，就这2条线，制作呢非常的简单。好，焊完之后呢，咱们现在看一下，就这么简单就制作好了。然后咱们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给它充电。插上充电器来看一下，这上面也带充电指示灯。咱们看一下，这个蓝色指示灯闪，就说明它正在充电中，可以正常充电。然后呢，再测试一下能不能给手机充电。好，这边呢，咱们插上充电器测试一下，这头插在手机上面，咱们看一下可以正常充电，就这么简单，一个充电宝呢就制作好了。如果对一些要求高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把它安装在一个小盒子里面，这样看着就比较美观了。然后做好以后呢，和这样的买的充电宝它效果都是一样的。做好壳子以后呢，就出门携带的时候就更加方便。